今天我要用白萝卜和吐司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来分享不要加面粉，换成加吐司做成素食排骨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用吐司和白萝卜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条白萝卜，把白萝卜削皮，再削多一层。这样子比较不会有苦味和辛辣味。这条白萝卜是200克，用100克就好，大概是一半。把白萝卜切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白萝卜切丝，把白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2片吐司，这是我用面包机做的吐司。家里的吐司有时候吃到第3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干，孩子们都比较不喜欢吃了。你看他们都剥一剥试吃一下，太干就不要吃了。除非呢要喷水烤一下，或者是蒸来吃。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消灭掉这些吐司的做法，就是把它打碎成，然后把它打碎成碎碎的，再做成素排骨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吃吐司边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单独把吐司边切下来，打碎做成素排骨。那之前呢，我有分享过一道是吐司边切下来，然后打碎的，然后再把那个食材沾上打碎的那个吐司边去炸，把它当成好像面包粉这样子来使用。大家呢可以回顾看看之前那道料理的影片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随意的剥一剥，放进这个搅碎机里面。这是我用面包机做的面包，它刚出炉的时候是很柔软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已经到第3天了，它就会变比较干，就是要像刚才我说的，用蒸的啊，或是喷水再烤一下。开始打成像这样子细细的粉状就可以了。把面包屑倒入大的调理盆中。准备1/3包的雪白菇，雪白菇的根部切掉，把雪白菇放入盘中。准备1/3包的红喜菇，红喜菇的根部切掉，把红喜菇剥成细丝。大家的冰箱如果没有红喜菇，也可以用杏鲍菇来代替。一样也是把杏鲍菇这样子剥丝，把红喜菇放入盘中，准备3汤匙的车前子，倒入过滤水，把它拌成粘稠状。它因为很会吸水，所以要放多一些。车前子是车前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车前或平车前的成熟种子。以前很小的时候呢，我是住在马来西亚的乡下，我们家前面呢就有很多那个车前草。车前草上面的种子呢，是用手剥下来抠，就可以剥出很多的种子，再撒在地上，然后它很容易又活起来，所以呢满片地都是那个车前草。我妈呢就很喜欢把这个车前草拔起来，然后用流水的方式冲洗那个根部，然后呢整颗这样子下去煮薏仁糖水给我们喝。马来西亚是叫做薏米水阿耶巴利。那连根一起煮呢，根部的地方呢，就是像刚才讲的，用那个流水方式这样子冲洗，这样子整锅呢一起煮，放水的一锅满满的，还有薏仁1把下去，然后呢再把那个车前草几颗丢下去，然后滚了之后呢就关小火熬煮半小时，然后呢就把那个薏仁水过滤掉，就是把过滤掉那个车前草和薏仁。再加一点点的冰糖啊，或是黄糖，这样子拌一拌，就是当成凉茶这样子来喝。现在呢，搬到城市了，就没有再种了。最近跟妈妈通电话，听她说，现在车前草呢很贵哦，
一点点呢就马币5块钱了。以前呢在乡下种很多都吃免费的东西，就是这样，物以稀为贵，很难找到的时候，价钱呢就会变得很贵。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切其他的食材，准备半条的小黄瓜，把小黄瓜的蒂头切掉，把小黄瓜切片。把小黄瓜切丝，把小黄瓜放入盘中。准备2个香菇角，把香菇角切条，先切片。把香菇角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少许油。把香菇角放进来炒香，炒至香菇角有点焦焦的感觉，现在放入白萝卜，快速拌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红喜菇和雪白菇。把红喜菇和雪白菇炒软。已经炒软了，现在放入小黄瓜，快速翻炒，食材翻炒均匀。现在来调味：酱油1汤匙，二砂糖半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适量的孜然粉，这是新疆孜然，它是颗粒状的，放一些给它香香的。花椒粉适量。白芝麻来一些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均匀。菇类会出水，所以可以感觉到有点湿气，所以就不需要再放水了。而且白萝卜的水分也被逼出来了。现在把它炒干，炒到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不需要炒得特别干，因为等一下还要放面包粉下来，刚刚打好的面包，还有车前子，所以现在有点湿度，可以的，但也不要太湿。料都炒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给它和在一起。现在呢，我先来回答一下影片下面有人留言的问题。影片下的每一个留言呢，我都一定会看，因为呢没有让小编回复留言，所以每一个呢都是我自己回复的，所以呢会回的有一点慢。我看到有些留言问说你的菜是不是都没有洗过就拿来煮，类似这样的留言，我就统一在这里回复大家。我每个食材呢都有清洗过，毕竟是煮给家人吃嘛，所以吃的东西就是不敢马虎，都会清洗过然后再煮。只是呢我洗菜的画面就不会剪进去影片里面，有时候呢高丽菜一片一片洗完了啊，然后就为了拍摄好看啊，所以我就会把它叠起来，一片一片的很整齐这样子，我会把它弄得整齐，然后呢乍看之下就以为好像没有洗过，没有剥开洗，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有呢彻底的把食材洗干净，然后再来煮给孩子们吃啊！谢谢大家的关心。现在呢我们就来把这些食材放进这个面包里面，刚刚吐司打碎放进来，然后这个车前子，这车前子呢，刚刚我又有再放一点水下去搅拌，因为呢有干掉了，就是它吸到水就会膨胀起来，然后再放一点水下去搅拌，它又会变成粘稠状，就是它很容易膨胀起来的一个食材，把它放进来，就是可以代替鸡蛋的粘稠度。然后之前我有分享一个丸子那一部影片呢，我有分享啊有哪些食材可以代替鸡蛋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那部影片。车前子也是其中一种。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哇，在拌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刚刚炒的馅料好香哦，那个孜然粉的香味。这孜然粉呢，我是在那个全联啊，或是家乐福这些大卖场买的，它后面是有标示是纯素的。
搅拌均匀了，可以了。准备一个保鲜膜，等下做好的素排骨就放在保鲜膜上面，等下煎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拿得起来。取一团，可以多一点，大小就看个人的喜好。我这次会做跟汉堡一样的大小。可以再大一点，好，差不多可以放到保鲜膜上，一面压一面塑形，给它一样的厚度。可以了，这分量可以做4个，现在准备拿去煎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油热了，把素排骨放进来煎。先让它煎定型，等一下再来翻面。可以翻面了。继续煎成金黄色，煎成金黄色了，把素排骨取出来，素排骨做好了，现在来去组装汉堡，或是要直接吃掉也可以哦。来切一些小朋友最爱的番茄，小黄瓜呀，也可以切一些。这部分通常我会直接吃掉，因为为了漂亮，我会直接切这里的斜片。可以用美生菜代替，只是今天没有看到有人卖美生菜，所以用小黄瓜。准备一个汉堡，这汉堡在全联买一个6元，它是已经切开的，还没有切断。我们可以把它切断，这样比较好夹，因为今天夹的料有点多。把刚刚煎好的素排骨放上来，要先放上番茄酱，等下蔬菜才可以粘在上面。芥末酱、小黄瓜、番茄，再来就是销魂的 vegan 起司。因为蔬菜有点湿度，所以可以用起司给它隔绝面包，面包最后再盖上来。汉堡完成，超巨大的。你选好了？我的都一样吗？好吗？先吃看看这个。素排骨没有放面粉哦，你看，它就可以变成素排骨了。
我在吃上面的哇，白色的一丝一丝的，哇，好吃啊！还有肉，好好吃啊！这没有吃。因为妈妈是用那个吐司啊，你每次说吐司太干啊，打成碎碎的粉做成的。你再吃肉。你每次不是说吐司太干不要吃？哎，这片太好吃了，我要吃整片。妈妈贪吃。太好吃了。里面有皮。好啦，等一下再吃，先吃我的汉堡。好哇，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当早餐哎，非常饱的一个早餐。有没有很好吃？你看一丝一丝的哎，被你咬出来了。因为我就是要模仿那种肉的口感，所以我把所有的食材都切成一丝一丝的。它的味道就是外层酥酥脆脆的，然后有那个孜然粉的香气，然后又有很多那些菇类一丝一丝的口感，很很好吃。很现在来试吃汉堡。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有这个让你很清爽，然后有这个让你这样的我知道怎么。小汉堡吃的很清爽，好好吃哦。晚餐吃这个就饱了。那我先不要把它吃到一半里面。那车前子的味道完全吃不出来。车前子可能它膨胀起来，然后它就把它有那种粘着性，很像鸡蛋这样子，可以整片是可以粘得起来的，很好吃。这 cheese。我也觉得这样子，只要这样子。哦，好满足啊，超过瘾的，这样子吃，很好吃。哦，你就吃掉一大半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就我妈今天做4片而已，改天再做，太好吃了。这有4个。哎呦，吃到那个嘴巴上都有。只有4个汉堡。对，只有做4片。好了，下次做多一点。太好吃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大家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终于。好想吃哦。